有缘人，恭喜你，看到这段影片，是你的财运在敲门。在正式开始之前，先给这个影片点个赞吧。据说，所有有财运的人都会下意识的点赞，而他们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我相信，你就是那个注定会变得富有的人。聊到钱这个话题，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紧张、压力，还是期待、渴望，甚至有一点小小的野心？说到金钱，有人想到自由，有人想到价值，但也有不少人提到复杂。即便我们嘴上总说想变有钱，想过上更丰盛的生活，但说到钱，很多人心里涌现的却是焦虑、矛盾，甚至害怕。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些情绪背后藏着我们从小到大的金钱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许小时候你曾听父母抱怨，赚钱真的太难了。长大后，在网上又常看到那些说有钱人都靠不正当手段发财或钱不能买来幸福的言论。这些声音无形中渗透进我们的潜意识，让我们对金钱产生矛盾的情绪，一方面很想拥有它，另一方面却不敢大胆追求。但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要钱？是想买一栋能看到大海的别墅，想无忧无虑地环游世界，还是想拥有喜欢的相机、画作，或是名牌高尔夫球杆？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都太棒了。因为金钱本身不过是个数字，真正有意义的是它背后的体验与自由。我们为什么有时会发现钱离我们越来越远？其实这与内心对金钱的态度有关。如果我们对金钱抱有负面情绪，这种贫穷能量会像一堵墙，挡住财富流向我们的机会。一、担忧型堵塞。这种情况常见于对未来充满焦虑的人，比如会想，要是我35岁被裁员怎么办？现在生活已经很窘迫了，怎么撑下去？担忧让人处于收缩状态，无法敞开感受生活，自然也难以吸引财富。二、厌恶型堵塞。另一种是表面上想要钱，但内心却排斥它。可能你曾想，有了钱我可以买车买房，过上好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怀疑和谴责，比如，我是不是太物质了？就算有钱，也未必快乐呀。这样的矛盾心态会让财富犹豫不决，最终远离你。那些能赚大钱的人，他们自己就是一项巨大的资产。试想一个年收入40万的人，他想要一年赚到100万，最大的关键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内心是否相信自己值得。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困惑，比如抱怨工资太低，但一提加薪就焦虑不安，或者不敢换工作，担心市场行情不好，那么你需要问自己，我是否真的认为自己值得更多？从值得开始行动。当你内心真正认定自己配得上更多财富时，你的行动就会不一样，会积极跟上司讨论加薪的可能性，更早开始规划跳槽，开发副业，主动寻找更多收入来源。所以，请在你设下的财富目标后面
加上一句：我值得拥有这些钱，因为我有这样的价值。金钱不是终点，而是一种能量的流动。当你相信自己值得拥有，并且付诸行动时，你的人生会进入一个更加丰盛的状态。最后，记住这句话：财富不只是拥有金钱，而是拥有选择的自由与创造幸福的能力。我们都希望财富源源不断，但真正的财富从何而来？答案其实很简单，从你的价值开始。这个影片会带你重新审视价值这个关键词，并一步步提升自己，让金钱自然而然地流向你。一、找到你的附加价值。光靠做和别人一样的事情是很难赚到钱的。想想看，为什么有些人能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们能提供附加价值，也就是别人没有，但你拥有的特质或能力。举个例子，公司附近可能有2家咖啡店，咖啡的味道差不多，但为什么有一家生意总是特别好？原因可能是那家店的老板总是活力满满，和顾客打招呼时带着满满的热情。他提供的不仅是咖啡，还有情绪价值。或者他很擅长研究市场趋势，经常推出有趣的新饮品，吸引顾客不断回访。这就是附加价值的魅力。所以开始思考吧，你能为别人提供什么不一样的价值？二、附加价值源于帮助别人。真正有意义的附加价值，并不是从我要赚钱的想法出发，而是从我想帮助别人开始。试着问自己，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能如何帮助别人，从而提升自己的价值？这里有几个实用的建议。把你的爱好、特长和经验统统列出来，哪怕是过去的挫折和低谷，都可能成为帮助别人的宝贵财富。假如你有10年的职场经验，这是否能帮助那些刚入行的人少走弯路？假设这份经验的价值是5万元，那么思考如何让它升值到10万元。例如，把这些经验整理成课程，开启副业或者出版书籍。这种价值的累积会渐渐变成你的金钱之河，流入你的生活。3、练习成为支付工资的一方。在你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学会站在支付的角度，而不仅仅是接收。意思是，不管你目前的收入如何，试着练习如何为别人创造更多价值，甚至直接提供报酬。假设你的月薪是1万元，那么你要做的不仅是完成1万元价值的工作，而是让人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了，值得10万元的薪水。当你努力提供超出预期的价值时，别人会更愿意向你投入，甚至主动为你提供更多机会。你所付出的每一点额外努力都会累积成你的天堂存款。这笔存款不仅增加你的价值，还会让你更有自信和自尊，最终拥有面对一切挑战的勇气。4、善用稳定现金流的概念。工作和收入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为了生活，而是一种稳定的现金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让我们先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很多企业倒闭的原因并不是不赚钱，
而是因为现金流出了问题。例如，有些小企业盈利，但因为上游拖欠货款，下游需要预付款，最终现金周转不灵，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相反，一些大企业如京东和亚马逊，即使长期亏损，却依然能不断壮大，因为他们的现金流管理非常出色，能有效利用供应商的货款扩大规模。回到个人层面，你的工作每月固定带来的工资就是一种稳定的现金流。如果你能善用这笔现金流进行自我投资，比如学习技能、开发副业或储蓄资金，那么你的价值会不断上升，最终实现财富的增长。5. 白手起家，从一份普通工作开始。你可能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只是普通岗位，怎么可能变有钱？但事实上，大部分白手起家的富翁都是从一份普通工作起步的。他们和别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更善于挖掘工作的价值，并让这份工作成为跳板，带来更多的机会。无论你是刚入职的新人，还是月入10万的管理者，都要记住一点：工作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它还是你展现价值的舞台。那么如何开始呢？1. 找到你的附加价值，问问自己，我拥有什么别人没有。2. 把帮助别人作为你的目标，而不是单纯追逐金钱。3. 用行动证明你的价值，做得比预期更多，让自己成为支付的一方。4. 善用稳定的现金流，让每一份收入成为未来财富的种子。记住，财富的核心不是我如何赚钱，而是我能为世界提供什么价值。从现在开始培养你的价值吧。当你的价值足够大，金钱将不请自来。当我们谈到个人财富时，很多人往往只关注赚多少钱，却忽略了稳定现金流的重要性。事实上，对于普通人来说，现金流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生活质量和未来的财务规划。对于刚刚步入职场的人来说，稳定的现金流可以说是生活的生命线。试想一下，如果你有3个月拿不到工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可能房租交不上，信用卡还不上，甚至连日常的开销都无法负担。因此，稳定的收入带来的不仅仅是钱，更是一种信任和安全感。稳定现金流带来的影响： 1. 租房和消费的基石。稳定收入让你敢租房子，提前消费，甚至在银行申请信用卡。 2. 家庭与人生规划的依据。无论是婚姻、子女教育还是养老计划，这一切的基础都建立在稳定的收入预期之上。 3. 贷款与融资的可能性。很多小额贷款或消费贷款，只需稳定的工作就能获得，无需抵押。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无论是全职还是稳定的兼职，是一生中唯一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来源，这也是工作的最大意义所在。有人可能会说，真正的财富来自投资或创业，而不是工作。但事实上，这2种方式在早期很难提供稳定的现金流，甚至可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1.
投资的局限性。如果你从事实业投资，或许有机会投资出未来的腾讯或阿里巴巴，但现金流却很可能为零，因为这些投资通常以股权形式存在，不容易变现。而对于金融类投资，如股票而言，表面上看卖掉股票就能得到现金，但实际情况是，当投资亏损时，你不会卖，因为希望价格反弹；当投资盈利时，你也不会轻易卖，因为想继续扩大投入。职业投资者需要同时实现资本增值和稳定的家庭现金流，而这对于普通人来说难度极大。例如，假如一个家庭年度开支为30万元，而投资的年化收益率为 12%， 那么至少需要500万的资本，才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来覆盖日常生活开销。在达到这个资本积累之前，投资无法取代工作。2. 创业的现金流挑战。与投资类似，创业初期更是现金流的黑洞。大部分创业者需要拿出家庭积蓄支持公司运营，甚至连自己的生活费都可能面临挑战。就算公司运行良好，创业者所能获得的现金流通常也只限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关于分红的现实，作为股东，你可能不会轻易把公司盈利变现成家庭收入，因为这样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若是小企业主，由于抗风险能力有限，创业者通常也不会安心给自己发放过多薪水。创业成功固然值得追求，但这条路通常需要先解决稳定现金流的问题，再谈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创业者在选择创业之前，会有一段长期稳定的工作经验。稳定现金流的边际效用会随着资产的增加而递减。比如，当你刚开始工作时，年收入5万元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现金流来源，但随着家庭收入提升至50万元，累积的可投资资产达到500万元时，现金流的作用相对降低。当现金流对生活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时，投资或创业才是更明智的选择。如果过早转向这两条道路，现金流的需求与事业对现金流的吞噬会产生严重冲突，让你陷入财务压力。稳定现金流并不是财富的最终目标，但却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基础。在你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之前，投资和创业都难以成为可行的替代方案。无论你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都需要记住，工作带来的不仅是金钱，还是一种保障，让你可以有条不紊地规划未来。等到你拥有足够的资本时，才是拥抱投资和创业的最佳时机。稳定现金流是财富积累的第一步，把这一步走稳，你的未来才会更加踏实。如何通过杠杆撬动财富？创业对于年轻人来说，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但要懂得利用杠杆，尤其是负债杠杆，来放大自己的资产。成功的杠杆运用能让人快速积累财富，但在此之前，必须学会如何控制风险，否则杠杆带来的将不是财富，而是负债的深渊。一提到富人，
很多人以为他们的财富来自于拥有大量的资产，其实真正的富人往往更注重控制财富。例如，马化腾个人的资产是2600亿港元，而腾讯的市值则达到3万亿港元。他真正的影响力在于通过股权控制了腾讯这家庞大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意义：公司亏损时，股东仅损失自己出资的部分，个人财产不受影响；公司盈利时，股东则可通过分红或股权升值享受资产的增值收益。这种机制让创业者能以有限的资本投入，实现对大量财富的控制权。但控制财富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创业者的经营能力。像贾跃亭一样，如果对公司债务提供个人担保，则会失去有限责任的保护，从而让个人财务遭受严重影响。杠杆的第一层，资金杠杆。杠杆的核心在于利用别人的钱来创造价值。这是每个创业者都应学会的技能，但更重要的是在使用杠杆之前，为自己系上安全带。与其盲目借钱炒股或高风险投资，不如学习富人如何合理放大财富。创业者运用杠杆，通常从公司资产负债表入手。公司拥有的资产中，很多并非靠收入累积而来，而是通过负债形成。比如：1. 银行贷款，用来购买设备或投资基础建设； 2. 延迟付款，利用白条向供应商进货，推迟现金支出； 3. 预售模式，提前向消费者收取年卡费或定金。这些操作让公司能用有限的自有资金撬动更多的资产。商业银行是杠杆运用的极端例子，其资产负债率最高可达 92%。 换句话说，银行自有资金仅占总资产的 8%，其余资金来自于存款和其他负债。杠杆的两面性决定了它既能让人变富，也可能让人变富。要避免风险，关键在于：1. 建立稳定现金流的基础。在运用杠杆之前，先确保自己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避免现金流枯竭。2. 控制杠杆比例，不要过度依赖负债杠杆，特别是当现金流无法覆盖利息或本金时。像银行或成熟企业那样设置合理的资产负债率，才能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取得平衡。3. 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杠杆压在单一的投资或创业项目上，分散资金配置有助于应对突发风险。4. 不做个人担保，要学会区分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避免让企业的负债波及到个人生活。杠杆的第二层，现金流杠杆。杠杆的关键在于能否带来正向现金流。如果杠杆资产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创业者可以合法的将部分现金流导入自己的口袋。但如果杠杆资产带来的是负现金流，则会让人陷入财务困境。很多人以为买房贷款也是杠杆，但结果却成为了房奴。问题在于： 1. 房产虽然是资产，
但并不直接产生现金流。二，每月还贷反而成为了现金流的主要流出来源。相比之下，创业者则能通过杠杆扩大资产规模，并让这些资产不断产生现金流。例如，一家企业用银行贷款购买设备后，通过设备生产出的产品销售盈利，进一步扩大现金流，最终实现个人收入的提升。杠杆的两面性决定了它既能让人变富，也可能让人变富。要避免风险，关键在于：一、建立稳定现金流的基础。在运用杠杆之前，先确保自己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避免现金流枯竭。二、控制杠杆比例，不要过度依赖负债杠杆，特别是当现金流无法覆盖利息或本金时。像银行或成熟企业那样设置合理的资产负债率，才能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取得平衡。三、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杠杆压在单一的投资或创业项目上，分散资金配置有助于应对突发风险。四、不做个人担保，要学会区分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避免让企业的负债波及到个人生活。对于年轻创业者来说，杠杆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能够合理利用杠杆，建立稳定的现金流来源，并以此为基础扩大资产规模，就有可能在财务上实现快速增长。但如果一味追求杠杆的放大效应，而忽视风险控制，则可能陷入债务危机。杠杆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借钱，而是通过有效管理，将别人的钱转化为自己的资产和收入来源。对年轻人而言，只有学会如何系好安全带，才能驾驭杠杆这辆高速列车，真正撬动未来的财富大门。成功的杠杆运用离不开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企业必须快速产生正现金流，二是现金流规模要能覆盖企业资产的增长。如果只是一味投入研发和生产，却忽视销售，现金流无法跟上资产扩张，最终会被杠杆反噬。这也是乐视创始人贾跃亭失败的教训，他让企业走得太快，导致资金链断裂，最终崩塌。另一个关键是，企业创造的经营性现金流必须远远超过个人原本的收入，才能让杠杆真正划得来。原因很简单，现金流的大部分将被用于支付员工工资，支持日常运营，能转化为个人收入的部分少之又少。事实上，许多创业者最终反而成了为员工打工的人，为维持企业的现金流而苦苦挣扎。尽管如此，许多人依然选择创业，甚至甘愿放弃稳定的高收入工作。这背后的原因并非仅仅是金钱，对他们来说，人生的价值远超现金流的计算。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新教伦理的影响使资本主义在西欧率先兴起。信奉新教的企业家坚信自己是上帝选中的选民，通过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以宗教般的热情投入商业活动。对于这些人而言，赚钱并不是目的，财富也并非真正属于个人，
而是上帝托付的一项责任。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像预言中的仆人那样，善加管理财富，并对每一笔支出负责。企业的价值体现在其支出，而非收入。财务报表上的收入对应的是产品和服务，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客户和消费者，而支出则涉及更广泛的价值创造。一、生产成本影响供应商的利益，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二、员工薪资直接改善员工的生活品质。三、税收为国家的基础建设和社会服务提供资金。四、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提高整体社会的科技实力。五、公益捐赠完善社会互助体系，促进社会公平。现金流的主要作用是活下去，但支出的价值在于让生活更有意义。对于企业家来说，合理支出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方式，这比单纯追求收入增长更有意义。同样的，个人的财富虽然依赖于现金流，但真正能体现个人价值的是支出，而非收入。一句老话说得好，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为你想要的世界投下一票。从理论上讲，一个人一生中赚到的钱和花掉的钱应该相等，但大多数人无法成为有钱人，这就意味着如何花钱比如何赚钱更值得关注。花钱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支持什么样的产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例如，购买当地农产品是在支持可持续农业和社区经济；捐款给公益组织是在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投资教育是在为下一代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每一次支出都在塑造你所希望看到的世界。因此，花钱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对创业者来说，杠杆的使用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现金流是否稳定，更在于是否能创造出真正的价值。收入可以带来短期的生存保障，但支出却能改变一个企业乃至社会的运行方式。在人生的长跑中，我们大概率无法成为真正的富人，但可以通过对支出的合理规划，为世界带来一点不同。无论是创业还是个人理财，重视现金流只是第一步，懂得如何让钱花得其所，才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关键。正如企业的运营需要三大财务报表支撑：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我们的人生经营同样离不开这三张隐形报表。它们不仅是财务术语，更是指导我们如何生活和思考的重要框架。一、现金流，活下去的基础。现金流的核心在于活下来。对一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财务规划，能够支付生活所需，并给身边的人带来信任感。这种信任体现在不同角色中，你是一个可靠的伴侣、称职的父母、孝顺的子女、有责任心的朋友和伙伴，甚至是稳健的领导者。然而，仅仅活下来并不是终点。我们需要透过现金流的稳定来创造更多机会，而不是困在仅够应付开支的状态。
现金流的良好管理是其他财务目标的基石。二、资产负债，合理扩大人生边界。资产负债表揭示了我们拥有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之间的关系。合理的负债运用可以帮助我们加速实现目标并探索更多可能性。人生中，负债不仅限于金钱，也包括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例如，你可以选择通过学习提升技能来借时间或金钱，这是对未来收入和机会的投资。然而，杠杆的使用必须审慎，过度冒进可能导致杠杆反噬，拖累整体进程。因此，学会平衡资产与负债，确保边界的扩张在安全可控范围内，是人生发展的重要课题。三、利润表，价值的体现。利润表并不仅仅是衡量我们拥有多少，更重要的是我们为这个世界保管了什么以及付出了什么。这些付出构成了我们人生价值的主要部分。对于企业家而言，收入只是数字，而支出则代表了价值，支付员工工资，支持社会公益，推动技术创新，这些都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样，个人花钱的方式也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和人生意义。你每一次花费，实际上是在为你理想中的世界投下一票。罗伯特·清崎的《穷爸爸富爸爸》提供了深刻的财务教育。他用父亲们的不同理念对比，揭示了金钱背后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一、恐惧与贪婪的怪圈。穷爸爸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对金钱的态度：努力工作，存钱，害怕失去稳定收入。他们的行动被恐惧驱使，害怕付不起账单，害怕失业，害怕没有未来保障。因此，他们不断为钱工作，成为金钱的奴隶，却无法跳脱出这个怪圈。富爸爸则指出，要打破这种状态，就要改变心态，不被恐惧或贪婪所驱动。他教罗伯特学会发现机会，让金钱为自己工作，而不是反过来被金钱支配。二、发现机会，让钱流动起来。罗伯特用自己的方式践行了富爸爸的理念。他收集便利店丢弃的连环画，设立一个小型阅览室，向孩子们收取阅览费。这个创意让他赚到了钱，而他本人不需要时时守在店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钱为自己工作的快感，这也是被动收入的雏形。三、超越金钱的价值。穷爸爸强调存钱，以应对失业等不确定性，但富爸爸则鼓励罗伯特去冒险，因为真正的财富不是存钱，而是拥有能不断创造价值的能力。这是一种对未来的信心，以及利用金钱实现目标的思维方式。对大多数人来说，金钱是一种工具，但它常常成为主人。如果你始终只是为了支付账单和追求短期安全而工作，那么金钱实际上在控制你的人生。真正的财务自由是学会驾驭金钱，把它当作工具来实现人生价值，而非被其所束缚。现金流、资产负债和利润表这三张人生报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与财富的关系。与其害怕失去，不如积极思考如何通过有效的杠杆和价值创造，让人生更有意义。最终，我们无法带走金钱，但我们可以留下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思想、影响力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改变。这才是人生经营的真正意义。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薪水感到不满，甚至失望；另一方面，却又不敢辞去工作，担心失去现有的保障，只能继续忍受令人窒息的现状，还一边抱怨生活的不公。这种情况既体现了对现状的不满，也暴露了对未来的恐惧，让人深陷在财务压力和心理焦虑的双重困境中。而富人之所以越来越富，穷人之所以越来越穷，中产阶级之所以总是在债务泥潭中挣扎，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金钱的认知差异。这种认知更多来自家庭而非学校，而家庭的影响常常让人难以跳脱固有思维模式。即便如今人们开始意识到理财的重要性，但要真正走上财务自由之路，依然困难重重。第一个障碍，学习的匮乏与狭隘。许多人为了挣钱而工作，却很少思考如何让工作为自己带来长远价值。他们的知识面过于狭窄，技能单一，结果只能被动依赖现有的职位。如果某一天市场不再需要这项技能，他们就会陷入迷茫，甚至被抛弃。比如，有人抱怨自己做的辣酱比老干妈好吃，汉堡比肯德基、麦当劳更香，但最终成功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产品，而在于商业体系的建立与销售能力。产品好坏固然重要，但若不懂得如何推广与经营，即便再优秀的产品，也只能沦为自娱自乐的作品。罗伯特·清崎在《穷爸爸富爸爸》中强调，学习销售与市场营销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的技能。它们不仅是商业的核心，更是与人打交道的基础。无论是与家人、朋友，还是与客户和社会互动，这些能力都无处不在。拥有多样化的技能，才能在职业生涯中更加游刃有余，避免因单一专业受限而无法转型。第二个障碍，对失败的恐惧。人们往往害怕犯错，甚至认为失败是无法接受的耻辱。这种对完美的追求使许多人裹足不前，他们不敢冒险，不愿尝试，生怕被嘲笑、跌倒或失败，结果却失去了成长的机会。实际上，那些在财务上有所成就的人，往往能将失败视为学习的契机。他们懂得从挫折中汲取经验，不断调整策略，而不是被困在对错的桎梏中。这种对失败的包容态度，决定了他们是否能抓住机会，迈出关键的一步。改变这种思维并不容易，因为它与我们的价值观息息相关。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失败的价值，将其视为一种宝贵的资源，而不是无用的负担。突破心理上的障碍，你会发现财富离你其实并不遥远。第三个障碍，
缺乏对自我的掌控。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我们无法控制，比如经济环境的波动、政策的变化，甚至突如其来的意外。然而，有一件事我们始终可以掌控，那就是自己。当事情需要改变时，第一步永远是改变自己。这一点体现在事业选择上尤为明显。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工作，却从未真正经营过自己的事业。他们将人生寄托于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忽略了长远的财务规划。实际上，只有当你开始专注于自己，并建立起自己的财务系统时，你才能真正摆脱对工作的依赖，实现财务自由。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就曾经问过他的学生：你们知道我是靠什么赚钱的吗？许多人以为他的财富来自于卖汉堡，但事实上，他真正赚钱的是房地产。通过拥有繁华地段的房产，他打造了一个连锁餐饮的商业帝国。这告诉我们，事业的核心在于对资产的运作，而非仅仅依靠日常的劳动收入。克服财务障碍并非易事，但它的第一步始于学会掌控自己的人生，并积极培养新的技能。以下几点建议可以帮助你走得更远。一、持续学习，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特别是财商、销售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能力。学会让工作为自己带来更长期的价值，而不仅仅是解决眼前的开支问题。二、拥抱失败，改变对失败的看法，将其视为成长过程中的必然。每一次挫折都是一堂宝贵的课，让你离成功更进一步。三、建立自己的事业，尝试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哪怕是一个小的副业，也可以成为未来的财富种子。重点在于行动，而非空谈。四、改变心态，理财的本质不仅仅是赚钱，更是对未来的掌控力和对生活的主动权。请专注于自己可以控制的部分，从小处着手，一步步推进。走向财务自由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它并非遥不可及。通过改变思维，提升技能，并专注于自身的成长，你终将发现，财富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一场可以亲手打造的现实之旅。什么是职业？什么是事业？二者之间又有什么本质区别？罗伯特·清崎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曾经问一个人：你的事业是什么？那人回答：我在银行工作，我是一名银行职员。接着，罗伯特追问：那这个银行是你的吗？对方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不是我的银行，我只是这里的员工。这个对话清楚地揭示了一个现象：许多人混淆了事业和职业的概念。大多数人一生中拥有的只是职业，而非事业。他们将人生寄托于一份稳定的工作，依赖薪水过活，却从未真正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一旦遇上经济危机或失业，他们就会陷入困顿，因为他们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资产。专注于事业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创办公司。
事业的核心在于资产，而非仅仅依赖收入。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资产？哪些资产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债务的束缚，实现财务自由？罗伯特将资产归纳为以下几类：一、不需要你亲自参与即可运行的业务。如果一个业务能够在你不到场的情况下持续运作并盈利，这就是一项资产。相反，如果你必须亲自参与，那么这只是一份职业，而不是事业。二、股票和债券。这些金融工具能够为你带来被动收入，并在适当的时候实现资本增值。三、能产生收入的房地产。无论是租金收入还是房产升值，这类资产都可以为你的财富累积提供稳定支持。四、版税收入。包括音乐、书籍、专利等形式的版税收入，这些都是长期稳定的现金流来源。五、其他有增值潜力的资产，诸如有价值的收藏品、可盈利的票据或任何可以产生收入的东西，都属于资产范畴。真正的事业是构建这些资产，而不是一味依赖高薪工作。高薪工作虽然令人向往，但它也可能成为一个陷阱。罗伯特指出，高薪工作容易让人进一步提升消费水平，从而对薪水产生更深的依赖。例如，假设你找到了一份薪资优渥的工作，最初或许能带来满足感，但随着收入的增加，你的生活成本也会相应提升。更好的住房、更昂贵的娱乐、更频繁的购物，结果是你无法承受失去这份高薪工作的风险，只能不断被工作束缚。正如罗伯特提到的，如果我未曾见过光明，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同样的道理，体验过高质量生活的人再也难以回到低消费的生活模式。高薪工作提供的表面满足，实则是一种消费枷锁，使人陷入对薪水的恐惧与贪婪之中。恐惧与贪婪是人类本能中的两大驱动力，也是财富管理中的两大敌人。恐惧让人过度保守，害怕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贪婪则驱使人过度消费，甚至冒险追求不切实际的回报。在这之间找到平衡，才是财务自由的关键。巴菲特的一句话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平衡：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这种逆向思维提醒我们，不要跟随大众情绪行事，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行。保持冷静与理性，才能在财务规划中既稳健又高效。金钱不仅仅是支付商品和服务的工具，更是一种能量和参与世界的媒介。赚钱和花钱都是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当我们专注于为他人创造价值，帮助他人时，我们也会发现，这种能量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自己身上。罗伯特鼓励我们以更积极的方式与世界互动，帮助他人。透过支持他人，我们在建立关系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更多机会。感恩与分享。感恩的态度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开放的心态，愿意付出并接纳更多。主动参与。无论是通过工作还是生活体验，
主动参与世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当我们以积极的心态给予时，能量就会形成流动，最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事业不是仅仅依赖一份稳定的职业，而是通过构建资产来实现财务自由。这条道路并不容易，但却是值得追求的。当你开始理解资产的重要性，克服恐惧与贪婪，并积极参与到世界的价值创造中时，你就已经迈出了通往财富自由的关键一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走出职业的限制，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发现人生的更多可能性。